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那天批下来的时候，那天我们这样的防炮连人都给崩了，连我们一住房的都给崩了，那天手都给崩了，一高兴。开奥运会呀，我们这重点呢，我们瓜里乡是占9平方公里呢，这是一个奥体公园。奥林匹克公园呢，它的位置是在我们北京市市中心的北部地区，也是在我们城市中轴线的北端的地区。这个东面呢是我们现在正在评审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就是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场、洼里乡，这2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名词，因为奥林匹克的缘分，在2002年被历史写进了同一个句子。作为一座承载着梦想的标志建筑，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聚焦了无数的目光。与此同时，洼里乡3000多户居民也开始各自盘算搬迁的细节。当初您没多盖几间房子，现在后悔？那会儿不是没想到长着后眼吗？又长着后眼，不就盖上了吗？人现在还有盖的呢。现在盖不成，现在盖人都说不给钱了。我说瞎费那劲干嘛用啊？就别费那劲了，是不是啊？等钱下来，咱们怎么着也得买1、2居，不然真受不了。那剩下点钱，不然咱还生活呢，咱们一下给钱都买了，完了以后这也不好弄。低了没有？哎呀5万。哎，我低了。你看看，你看符不呀 Yes, company name. And the signature here. Signature here. Okay. 本身这个主场呢，从它的设计，从它的理念上，不仅要国际化，我觉得还得要尊重就是这个城市特征。只有越城市特征的东西，其实就越国际化的东西。This national stadium is the most important build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2008. I always believe that whenever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esign an important project like this, not only for sports but also for society, it's a thrill and it's very exciting.还不热呢，给我看。530多平米是4000多了，也要50多万呢，也得50多万。那能买？抽工。从我爷爷那片儿就住在这儿啊，已经住了3代人了。3代，可说我爷爷我父亲加上我们，这不是3代人了，而地址就是这块儿，根儿就是这儿了。那个来这儿住呢，哪儿住长了哪儿就好啊，是不是啊？寸土难离不是吗？是不是？年轻人都希望那个有一个变化，搬迁以后呢，对今后的发展呀，各方面的生活条件什么的都有所改变。都愿意，谁都愿意住农村，谁不愿意去住那城市去？是吧？那首先地方小，农村呢它地方大，出门就是张院，多好啊！农村脱离不了一些旧的观念，还有一些就是说旧的那种
应该说属于落后的那种思想啊、生活方式什么的。就是说搬迁以后呢，他对这些都是一个改变。置身于北京这座拥有1000年历史的都城，随处可以读取到时间留下的印记。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不断改写着城市的空间景象。作为2008年奥运会标志的建筑物，国家体育场会以怎样的面目，与600年前建成的同属于城市中轴线上的辉煌宫殿遥相呼应，已成为一个令人期待的文化悬念。作为这个国家体育场奥运公园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公园里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建筑，想呢在形象上呢有它的特色出来。那么这样的立意呢，正好是这样一个桥的立意呢，可以体现一种城市的彩虹。那么现在呢，这个设计呢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屋檐，这个屋檐呢我们跨越了这个城府路。 So this really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oof or the kite, and then the main axis of Beijing, and then the idea that at the end of the axis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monument at the end. If we have red printed dots outside and also with a red face inside, we will have a red reflection. To discuss is the glazing of the boxes. I think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mock-ups and to have samples of that.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here will be the type of glass, because if you have normal float, it will be greenish anyway. There are elements in the stadium, like this grid structure, which we find also in other Chinese traditions, like in the Chinese windows, where you have these grid-type windows, or in the surface of porcelain, of vases, where you have these cracks, which are like a very fine grid, which is covering the surface of Chinese pottery. 这是2个小佬，我给做一个大劲儿的呀，一个那个对劲儿的。 不，没事，自己打就行。留着找啊。好嘞。别动。1年给你们1回钱，1人100块钱，2块钱。谢谢奶奶。哎，王壮，哎，小不点儿也有啊。再收。再收。这你收的勤着呢。没，王壮，咱祝你奶奶身体健康。哎，热热闹闹的过新年。明年准备哪儿？哎，明年准备都哪儿？说了我就。 对于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说，也许一生只有1次机会参加奥运会比赛。女孩子通常从3、4岁开始训练，16岁才有资格正式参加国际比赛。退役年龄基本上在20岁左右。所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对2008年奥运会上场队员的储备选拔，从2003年就开始了。那么这次大集训，你们都看到了，就是重新干什么东西呢？等于把对2008年适龄的运动员女孩子又拉了一网，看看有没有金鱼儿。我叫张媛，我叫乃若愚，我叫思娟，我叫李航海。你几岁了？今年10岁，12、13、11岁。25。选拔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的基本标准很复杂，身材比例、外形气质、深层的肌肉特质和协调能力都必须严格考察。知道这次来菊信是为什么吗？是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备2008年的选拔赛，参加2008年奥运会，备战2008年奥运会。
净高4米的，但这边略大一点，对，基本上大概70米，70多米。9 square grid. 1, 2, 3, 4.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give us a lot of nice detail down there. With those pieces, right? 就这个亮点做在这儿，然后让它慢慢的续下来，稍微尾巴拉的再稍微再长一点。那这个边缘的地方都让它修一下，那感觉很光滑的接上来。放开。 1、2，再来一遍。好嘞，好嘞，好嘞。应该来说有14家参加，有13家就会失败，只有1家会成功。所以建筑设计行业本身这种竞赛本身也是很残酷，但是做到目前这个状况，我还是非常有信心。L'une des particularités, c'est de ne pas avoir fait un stade uniquement un stade, et donc d'abord un projet d'urbanisme, et ensuite un stade dans le projet d'urbanisme. 2003年3月，13家中外建筑设计所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方案，都是比较基本的要求。And here is what we call the back sea of the Forbidden City's water system, and this is the area. 7位中国专家和6位外国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最终把目光投向了第11号方案。这个方案的特征非常的明显。首先呢，它的立意是鸟巢，这个鸟巢坐落在一个微微隆起的地面上，结构外露，成为地面的一个表现的方法。构架之间呢，用冲细膜填充，这样的话可以满足这个自然采光和通风的要求。 我还挺喜欢这个方案，因为我觉得它从建筑到结构，都挺完整，这体系很完整，很简洁。I like this building very much. It's really my favorite in this selection. 放在北京中轴线这个国家体育场，我双手反对。这个原因啊，就是在这个地方。 既要考虑世界上一部分人对他的欣赏的怎么样，还要考虑很多中国人对他的看法。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到底啊，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问题。I cannot answer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course. But I can talk about what is an exceptional building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why, when the Greek building arrive, it's always something strange, and of course, you have a popular discussion about the building. 问题是盖出来以后，我的估计啊，只能讲我的估计，这个会有很多议论，这个有很大的风险这件事情，哎，老百姓就会说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就搞一个鸟巢，像个鸟巢一样，是吧 ？Why not? Because when you are in a nest, you are not too bad. You are protected and so on. It is the building itself. It's representing the building itself.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very new. So I think it is making a kind of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the people. So really. To me, this is the best building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that there is before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Thank you. Now 就是那个11这个号是得了12票，12号是得了10票，8号得了6票。 5号得了3票，2号得了2票。我现在宣布一下，这3个设计是来自，一个是来自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的方案。 Niachao is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for a project like this to have such a nickname, and that people can
interpret their buildings and to look to them in their own way. And of course, if you have this common interpretation, it roots the whole project within a large community, because you need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The inside, outside, the structure, the space, the facade are the same, ar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you know. And I think the Beijing Stadium is one of these types, you know. It is structure, it is surface, skin, and it is also space together. Is all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rchitecture are falling together in one. So it's a perfect match, so to speak. My special wishes to all the Beijing city authorities, sports leaders, and local personalities gathered tonigh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unching of the new emblem of Beijing 2008. 有请吴邦国同志、威尔布鲁根先生揭幕。 说我们这开会，我说呢，这个可真就跟着了。新的什么的吧？拆迁通告。这个，哎，是拆迁通知。啊，上面关于各种补偿都有了。哎。那边的墙我已经让出来了。哦，行，这边也是3起堵了。嗯。我跟您说一下。建筑面积215.77。占地呢？ 您没超出占地去，所以按占地还得按您那个本上批的那个，把您那个虚线部分给您算上面积了啊，虚线部分给您算上面积。好一宿没睡着觉了，真的。进凉房也开始。 这心情特别不好，一想，我说要不拆迁呢，大家伙呢跟着一块堆儿热热闹闹的，甭管街坊也好，一家子也好，都是团团圆圆的。这样的一来呢，确实难受。确实。 要搬了，多高兴的事儿啊！他们有的就还挺那个伤心的，恨不得哭了。我就没那感觉，我是觉得，哎呀，只要我们能那个相对来说啊，给我们足够的那个补偿，我们就赶紧走。在彤彤将近9个月大的时候，高大妈全家开始搬迁了。装上得了。哎呦喂！利落了。 哟，那是什么呀？那是？那是毛卷。您看吧，您还带？俺也得带这些东西。这都是。啊，放那。俺也得带一点啊。这是啥？这。那是您的。我的。那怎么这还带着？柜子哎，这是历史，明儿个自个儿的。自个儿看看。哎。 我
随着国家体育场的破土动工，整个奥运场馆建造工程全面铺开，其中新建12个比赛场馆，改建扩建11个，零建8个，充分满足奥运赛事的需要。同时，新增的地铁、城铁线路、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等提高城市运营能力的市政工程，也在北京城内纷纷启动。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1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这个我比较适合跨栏啊，我前面也说过，就说实话，我如果练田径，其他每一个项目都最多就在全国拿的名次，不可能在国际上可以拿到前3名的，对啊，除了跨栏，这跨栏很适合我，对啊，我也碰到一个很好的教练，我觉得我教练如果让我再做一个运动员，很难碰到这个教练。手往下放，哎，对，头抬起来。你不能和我对抗，你越对抗越难受。你稍微自然的松一下反而好。再往起点点，哎，好，好，来。因为像刘翔这个情况就这样，他99年进队以后，实际上就练了几个月吧。他一下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当然当时这个名次和现在是不能比了，但是对他来讲，他第一次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奖金，拿了好几百块，他从来没拿过那么多钱，啊，到了2001年，他一下就包揽了3个冠军，是吧？东亚运动会，世界大学生，完了又全运会，所以他这个实际上，他每提高一点，他对你的教练的信任度啊。就增强一点。这，他进，好了，再来一趟啊！那前头第一、第二只来过好。08年我也只有25岁，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机遇。所以说，08年而且又在我们首都北京举行北京奥运会啊，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很渴望参加奥运会。那如果说08年刘翔能够在北京我们自家门口又夺下了这个奥运会金牌的话，这是我一生的最大的荣幸了。预备，进，快，速度，往上走，加油！10秒8，优秀，几个优了？4个。有希望吗？按照国际体联的规定，奥运会女子体操项目，每个国家只能选派6名选手上场比赛。通过逐年的筛选，来北京参加集训被选拔出来的小运动员，到目前只剩下了20多个。他们要在经过国家队内部每个月的测试和全国比赛的考验，来争夺这仅有的6个名额。别跑内圈啊！摆臂，又在晃肩，手臂摆起来。18。你怎么回事今天？哎，上次第3，这是第6，落后几名呢？不知道第几。
这10年前6都没进。 What we have is a stadium with 24 supporting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cantilevering from a certain point towards an inner ring. And what we have is a stadium that has a size from south to north of almost about 326 meters. From east to west, it spans approximately 313 meters. And nowhere inside do we have any columns or anything holding the whole stadium up. This kind of size and this scale, a structure like this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充满视觉美感的鸟巢，灵动的结构，却成为建造者的难题。由于大跨度钢结构的受力要求，鸟巢局部将采用高强度钢，用量达700吨。经过攻关，河南舞阳钢铁厂在3个月内 成功炸制出满足设计要求的 Q460E 超强度钢。另一个建造难题是，把钢构件炸制成弯扭件，要在没有任何参数参照的情况下完成。经过多次试验，浙江精工采用多点无膜成型技术，最终赢得了挑战。 鸟巢钢结构之间的连接没有使用一颗铆钉，全靠焊接而成。为此，北京城建集团国家体育场工程总承包部专门组织完成了焊接工艺评定206项，为鸟巢钢结构的焊接工艺提供了准确的参数。911名焊工将在鸟巢的钢铁身躯上 使用2000吨的焊条。江玉元来自体操之乡广西，他性格开朗，有韧劲儿，高低杠和自由操是他的强项。 准备，哎，怎么还是这样？你把那东西给我快一点，嗯。啊？怎么还是抬头挺胸的？啊？ 点完，点完，盘胸。你是怕？3，往下走，走，走。全上摆到了180，下法。那头啊。 好，你拿了倒立架在它下面，把它反360做一下。就是手皮有点疼，然后胳膊也特酸，有点撑住。给你那么多的运动量的训练，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烦呢？也不是烦，就是有时候感觉有点累。 就有时候累了，就又不太想做了。在辛苦的时候，非常艰苦的时候，人总是有惰性的，大人都有惰性，别说儿童。这些孩子，在我身边待的时间，比他在他们父母身边待的时间都长。光是这份责任，我感到压力就非常大。 赖若愚，离家几年了？离家3年。3年没有回去过，对吧？邓琳琳呢？想不想爸爸妈妈？还好。
肯定都很想爸爸妈妈，对不对？你们这么小都离开好几年了，所以你们读这首诗，那比一般的孩子体会的更深。今天可以让你。邓玲玲是个爱哭的孩子，眼睛鼻子总是红红的。她弹跳性好，腿部很有劲儿，教练觉得她很适合练平衡木。还是歪的，我在这儿看都是歪的。你现在做双腿小翻，你不去想，你做直体它能正吗？就是腿站正，这个一点都不歪，你还不会落幕，你非得歪一点才会落幕。走肩啊，手摆开。的。好，手头撅屁股。是全神贯注，全神贯注，在一步一步都跟我想象里的我动了。最第一个，我第二个，你第一个，因为我第一个，等于是第二。乃若愚外号乐乐，他性格开朗，每次训练再艰苦，他都乐在其中。就这么掉下去，这么趴下去。我说你根本就没想清楚该怎么去做去。这拖腿一拖没关系，往回接个长程放浪加后摆，再蹬杠不就行了吗？我丢掉点3，我不能丢到这个点8，1分去了。不做了。并腿直臂，无心上挽进腿，打脚上提主动找脚，正转反，搭环看脚兜转，反向前空翻找脚去。停。既然是成套的默念了，后面有少了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你就少掉了，那你怎么去默念？它能成功下来？顶肩直臂含胸倒腿，无心上挽进，打腿上主动找脚，正转反，搭环看脚兜，前空翻顶肩拉腿。都有，下个去，向前看，闪现，连上，向右走，踏步走，好，继续。为什么人都会麻痹？都会麻痹大意，老是没收摄，但实际上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最关键，包括我们在队伍教育过程当中，我们最关键就是时刻把没事当成有事。奥运会，说实话，我也挺想看的，确实也想看。但是呢，这份职责在摆在你肩上，摆在你头上，你没有那个都没有那个多余的想法。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出席活动的领导同志以及国际奥委会官员发布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To unveil the mascot of the 29th Games of the Olympics. 你找到那个指挥车了吗？找到了。回顾奥运100年历史，北京是欢乐祥和的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盛会，曾多次笼罩在死亡和血腥的阴影之下。慕尼黑惨案、亚特兰大爆炸案都成为所有爱好和平安宁的人心中永远的伤口。从失败成功开始，安全问题就成为北京奥组委筹备工作的重点。平安奥运是安保工作的奋斗目标。他们和恐怖分子商量面对面交谈，但那些人不让这个人上去，因为他是警察，所以我上去了。当时看到的一切，我终身难忘。墙上都是血，地上躺着被打死的人，其余的用绳子绑着坐在那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面孔，充满恐惧，又充满希望。下巴尽量往膝关节靠啊！利用你身体的惯性往前压啊！
2、3、4、5、6、7、8，身体立起来，别叫。5秒，自己数。7，好。往下，往下。射了。往下，往下，往下做，往下做，往下做。高了啊！每个人启动速度快一点，想了你后面有个脑袋，啪一下子给踢到后边那种感觉似的。我的点很简单，就是对方的下巴，我的构件就是对方的上丹田，所以你们过程是很简单的。我的主要目的是击中他这一下子，两个拳打在一个把位上面，腰转起来啊！好，没有啊。好，感觉不错了啊！放松，放松，越放松速度越快。第3拳第1点不管啊！你差0.1秒都没有这个机会。走，快！重心这么低，走！哎，停一下，稳住，左。国家体育场因为它是一个超大构件的东西，那么这么大构件的东西呢，给我们安装也带来相当大的难度。这么说吧，就是国内顶尖专门做钢结构这些厂家，说1年之内标2次或者3次这样的超大型构件。那么国家体育场呢，所有的构件主结构构件都在100吨以上，那么最重的到390吨。那么整个国家体育场一共有257雕这样的构件。那在咱们短短的这种工期当中呢，我们每天的吊装有大概2到3雕这样的一种构件。由这种造型和这种大体量带来我们安装过程中的难度。做常规的高层钢结构，它口对口可能2个口对接就可以了。在国家体育场项目中呢，一个节点最多的一个节点一共有14个头同时对上，才可以保证这个构件正确的安装到位。鸟巢钢结构有24根横架柱，完成一次吊装，通常需要工人们连续作业10至20多个小时。相信，好记，对，立上去，站。这是后头这个图的说明。这是一个他一次比赛的，就是他最好的那次比赛的，跟刘翔那2个平均数的比。后边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这几年呢他几次比较好的。那么通过这个图呢，就非常直观的看出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刘翔的主要的对手，他起跑到第3栏的成绩，都比刘翔破世界纪录的时候还要好一点。但是他在3到7栏和7栏到终点这2段，几乎所有的对手和刘翔都有差距。刘翔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这2个阶段，尤其是在从第7栏到终点这个阶段。不要急，哎，准备好了再动，啊，哎，再静一静，站，站，3只来又特别好，侬前头2步对吧？出来应该犹豫了，对呀，起跑出来2步犹豫了，对吧？没狠出来，哎，准备再跑趟侬腾架，注意前头跑3只来，后头侬有顺牢节奏跑，前头3只来刚好跑好，跑5只来可以，搿搭后头3只捞脱，
直接就往下走。哎，侬就前头，一定要注意前头，哒哒哒就等于是侬下定决心要搿起跑跑好伊，好吧？走！走！好。5秒06，4只来5秒06，对吧？侬就搿只来就算下来，侬1秒好了，6秒06，肯定6秒1里向。好了，结束。说一下前后了啊，今天除了枪套没带啊，那咱们把那个防弹背心还有头盔都给带上，3趟，好，3趟完了之后，我每个人会给你们计时，好，上，对，好，上。加油！OK， 也来的人保护啊！你身体再立一点，你身体太垂直墙面了，你这样耗能特大，知道吗？好，往上穿，最后一个，唐楼墙，脚朝上，没让你这样下，我没让你这样下，我没抓住。再重来。来吧，你呢？两腿夹紧，对，两腿夹紧。左手过来抓点，好，正好倒了。你速度快点，你才不会转圈。腰给塌进去。哎呦，不能太快了，这转的。别撅屁股，你就这和他妈跟毛毛虫一样，操！我这你我蹬一下吧，不行，我有点害怕了。还送保险，坐来。不行，我要吐。我觉得我像子弹一样就转下来了。他敢放手，他这个速度就快，呢，他转圈就少。你们这个绳本身它有它的特性，它是螺旋上的。你如果是叶弄的话，那本身它绳的特性就让你们转。所以你们这个训练是在那克服你们自己本能的这种紧张，明白了吗？每天回家睡觉之前，好好的在床上上床之前，在脑子里面过道电影，把4个项目你都得默念一遍。既然是实战训练，一定要按比赛的要求、规则规定。如果是裁判员一示意10秒钟你不上场，就判0分了。那个杠谁帮打？是范爷姐帮他打。不错，要把后面给摆到里面了啊，摆到里有点紧，加油！啊？因为可以站下来。下巴？可以站下来。当然可以站下巴。我可以站下，你大胆放开去做，啊，没关系的，我都站着了，都保了你，好吧？没关系，清楚吗？简直轻松极了，是不是？竞技比赛就是如此，就是这么残酷，懂吗？这就叫残酷性。回去再加把油，努力，不服气好的。明天回去，像今天像你这个思想，好的，回去好好写个总结。玲玲啊，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吗？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也算我参加过的最大一次全国比赛。那你参加这次比赛紧张不紧张啊？紧张。是赛前紧张呢，还是整个过程都紧张啊？赛前有一点紧张，做动作的时候身上都感觉到发抖，控制不住那种。
第一步骤，整个过程没有，只想结果，那就错了。加油，后面一项项的咬住拼过去，兄弟们啊！钢结构的合龙，是鸟巢南北东西主结构的全面对接，对技术和时机的选择有着双重要求。经过气象部门的统计预测，选择了2006年7月23号、26号、31号的后半夜进行。而在此之前，焊接工人已经参加了高强度的培训，为合龙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城建宁工项目部管理人员请注意，今天晚上合拢时间2点30分，请大家不要提前，做好全部准备工作。合拢的过程呢，它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合拢的温度要求非常高。按照鸟巢的情况呢，设计要求是19度正负4度。整个的鸟巢这一圈呢，达到了1公里。这样长的一个钢结构呢，温度的稍微变化都会在结构里产生很大的一个应力。气温降到21.6，焊工都到位没有？马上到位。孙烈斌，马上你到下旋就位。按照我们的方案呢，我们是把鸟巢呢分成4块，在每一块内部呢，我们都是在施工过程中都焊成整体了，而在这个4条缝的位置，所有的钢构件都是断开的。那么一共呢是有128个口，我们把它整个连成一个整体，从这个时候温度才开始真正的对结构进行受力。那么这个过程，也就是钢结构连成整体的过程，就是合拢的过程。这是一场时间与温度的较量。110名焊接工人在钢结构顶部经过3个夜晚的连续作业之后，终于将鸟巢连接为一个整体。不错，很好，别停！那咱们就08年的奥运会了，鸟巢这种也都是钢结构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可能跨架还比这还大，底下也都是有保护栏的。真正说那一天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让咱们去守卫到几个点上了，那也是牵扯到高空的这些作业，所以这个训练对咱们大家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必须的强化。何永瑞啊，爬了吗？走，看前面，不要想，看前面，对，爬过去，用爬了，爬过去，别退，谁让你退了？别退啊！你既然爬，也给我爬过去。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就站在上面我就晕。那为什么晕？两腿就发抖，手脚就冰凉。其实你这个注意太在意你的脚底下，你想法太集中在这。我的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我想往前走，但是手就是不听使唤，不撒手，就是会有这种的。就何瑞，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要去做那些那个动作或者项目上，你就也许这样会好点。你要平时在地上画一条砖，画一个30公分，你都能走好。所以呢，下回在训练的时候，我建议你啊，把这个注意给调整，然后高度适当的由低到高，慢慢调整自己。抓住了，脚迈开了。走，站稳了，快点，再往前走。能不能往前迈大？别着急，稳着点，迈大，别低头啊。好，我感觉就是走这个的时候，把这个高度忘掉了，然后，眼睛不要总是看着这个地面，平视或者往上看一点，然后他这个走的时候就能好一点。如果突然往下看，我腿就还是哆嗦。走，好。运动员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呢，非常直观的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完成技术的这个过程，头部的起伏啊，髋关节的这个关系啊，摆动腿和栏架之间的这种角度啊，各种关系。人有个少注意策，晓得吧？
侬一侧侬搿个地方就要靠来了，后头只侬注意点，腰右侧腰一定要顶牢伊，勿管发生啥事体，拿右侧顶上去，对伐？对，抛下去，你抛下去。按道理讲，对伐？侬再朝前头再加眼力道就好了，节奏还辣海，就是搿搭可能是从你里头有搿个反应啊、毛啊啥有关系。来吧，你伤哪儿了？伤胯了。伤胯了。嗯。你躺这儿多长时间了？3个月了，差不多。3个月过了都。那段时间光训练嘛，练的感觉很疲劳人，所以就有点不想练。完了现在呢，一直在歇。2008年也快到了，自己心里很着急，所以就很想练。开始的时候特别疼，然后越按也越舒服，就是流血。疼。那是穴位酸降。早安。目前的状况不太顺利，来自的压力就是受伤病的困扰。顶起来，你感觉。顶肩，这个肩没顶起来，你感觉靠360，往上，别急。等一下。我们的冬训的训练是否成功，就决定以后我们08年备战工作的成败。那么今年的冬训是我们发展难度的关键。第一个动作是刚学的，学大概2个月吧。那个是去年10月多就学了，就差不多自己做，但就是后面那个老不稳。起跳强马，别往上走，加快摆臂。这一想转体的时候，空翻都没了。你先给它翻过去，不翻过去它转的吧？转过来还不是等于趴在那儿吗？你看从上面最高点掉到最下点，还没转完。我现在是要求你的第2腾空，不要求你第1腾空。你现在第1腾空比第2腾空还高，那第2腾空那不直接往下掉吗？比较累。总是练不好。教练员，你快点吧，11点35了吧？你几次了？啊？1次还没有。那还有40几点钟做吧？又早了啊！又早了。教练员，你整个是松的吧？我看你是没信心的，是吧？我已经松过了。过来。我和你说啊，你已经是3天没完成任务了啊。来点解释出来啊！看清楚吗？你看360，你如果是这么去做，你看是这条道理，你这顶直了，到这个位置，完了你再去做那个180，那就差这么一点，看到吗？我已经说了，这个动作是最后一个动作，别忘了啊。
今天是国家体育场钢结构现代第7大步7.4、7.5的最后时刻，同志们新见。各就各位，解决一下攀马线的问题。所谓卸载啊，它严格的讲，应该说是叫支撑架的卸载，因为我们鸟巢钢结构在施工过程中啊，我们是靠这个78个支撑塔架来支撑的，也就是说有14000吨的钢结构重量是靠着这个78个临时支撑塔架来撑着的。那么支撑架卸载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这个力由支撑架来承担，转到钢结构自身来承担。这个过程对钢结构来讲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油缸继续加力，请注意观察并及时回复。听到，听到。因为我们是78个卸载点同步下降，这个之间呢不能产生任何的偏差，否则会出现比如结构的坍塌，或者是出现过大的变形。卸载的第1大步、第2小步、第3小步。卸载到位，一切检测数据正常。信息处理中心建议，下一步卸载第1大步、第4小步、第5小步同时进行。报告完毕。卸载开始。油缸继续加力，油缸继续加力，请注意观察并及时回复。这边确认了没有 ？OK 了，没问题。管理员请注意，现在外侧的油缸已经开始上升，及时汇报电片可动的点。0.137、63.225、57.682。经过5天卸载，鸟巢钢结构最大下沉了271毫米，处于设计要求的286毫米沉降范围之内。鸟巢依靠自己的力量，真正的站立了起来。2006年9月，在鸟巢附近的林翠幼儿园，我们见到了高大妈的孙女彤彤，她快4岁了。大妈，你好。大妈，你好。好久没见啦！我们也特别想你们，是吧？我也想你们呢，打电话都没接着。那个年轻了呢，比原来年轻了，省心了，是吧？啊，那生活比农村强多了，那还得打水弄水的，现在也不用弄水了。也不用生火了，也不用拖煤了，这不是打开煤气灶就做饭呢，特省事儿啊！来坐着聊吧，坐下吧，坐，来坐。就是生活上呢也提高了一大块，而且呢，3个儿子不管是好车赖车吧，一人都有辆车，我觉得特别自豪。这个是什么呀？贝贝。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莹莹，啊，这个呢，你鸟巢设计你喜欢那个造型吗？我说怎么改个这么个体育馆呢？我说怎么跟笼子似的呀？我说，把人我都圈在笼子里头了。我说，我上个礼拜带孩子去了一趟，从这儿走到近处看，哎呀，挺壮观，看着感觉。确实是，然后远看呢，就是能看出来太阳。我们有的时候早上从那儿过的时候啊，太阳照过来确实挺好的。那个奥运会越来越临近了，你有什么想法呀？第一次在咱们中国开奥运会，这中国7万来人真是啊！这个中国人像开亚运会似的，那会儿那么盼望，最后开到奥运会，这感到多光荣啊！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光荣。而且呢，我们也愿意多做点贡献，自个儿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呗，是吧？志愿者呗，我们都参加志愿者呢。你参加志愿者，我那岁数大了，人不要我，只能在街道上巡巡逻，搞个卫生什么的，也就是干点这个吧。你看这岁数都不小了，大部分都是咱这小区的，是吧？不啊。哎。怎么样？收的怎么样啊？收拾的啊，前天上的垃圾站那个去送垃圾，走，你瞧瞧。哎呦喂，那打针了吗？
没打，我们没事。哎，那也应该打在这儿。垃圾，那狗晃了晃了拽了就叫跑，跑了就咬，咬了我就摔了，摔了一跟头就啊，没咬破。没咬破。在家时候有时候养着什么小宠物啊什么的，你们都得注点意，是吧？We can. You know where we see the sign of the red and the handbrake? Yes, that's not in the up here, in the control room. The map on this side was possible, but only on the side where the daylight comes. Mm-hmm. You mean this side and this side? Yes. Yeah. Side and look at inside with the red and make the decision together. Okay. You think that then we have done everything? Yeah. Okay. Yeah. Then this way. 从路枪拔出，路枪拔出，路枪拔出100次。 眼睛不能看枪啊！眼睛不能看枪，不能说路上的时候我要看枪，拔起来的时候我要看枪道啊！没有这一说啊！练的就是你的感觉啊！走，8分钟啊！你们心里现在在想什么？我知道。从一刚开始的时候，一说8分钟，你们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任何人都会发毛，怎么克服自己啊？怎么克服自己？说，哎呀，我这怕酸，我这怕这8分钟时间的煎熬。 克服自己，啊，练的不是说你就练你肌肉这的稳定性，啊，更练的还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啊，你的注意力别转移，别从现在就开始抖啊，举重若轻那种感觉，好，这就要达到咱们的信念目的。好，你的注意力、你的眼神、你的注意力，是不是始终在那个10环上面啊？好，上膛，好。 你真的深入其境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对方给你一个信息，说对方现在已经放了一个炸药，对方已经拿了一把枪。好，你心理不稳定因素会使你产生恐惧。人只要一恐惧，他的体能消耗特别快。你体能消耗快，你这时候你手练了5分钟，但那抵不了50秒。 你们这配合会出问题的。我觉得配合还是有点生，就这掩体找的不是特好。发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那个出支队员以及这警戒队员这种配合，有点那个不知所措。声音确实有一些能坐在里头能听得见，有一点不足，就是制高点没有去控制。就你们特别是扶着，你们去蹬车去看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动作。他是没有人，他如果是有。 如果说是有敌人在上面拿一个冲锋枪，哒，5个人全死掉。你坐里的，你继续坐里的，我就看看他那个脚。你现在就是一个就是退热，关键是要退热。我说了，回去以后，一个是赶紧还是加压，这个冰敷必须冰敷，时间必须长，必须要止住。你不把这个体板，你自己都感觉得出来，那么有没有感觉吗？烫的，已经发烫了，看到吗？没时间了。 时间线对你太宝贵了，你现在不治疗，到后面你更糟。你到时候你咬牙你还咬不住，控得住的，听懂了吗？哎呀，也是希望他尽快好起来呀！这躺了3个多月了，我们也着急。有爱动的孩子，天天在这儿动不了，躺在这儿多难受啊！ 6月份的这个选拔赛，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好吗？ 那时候会好，但是可能参加不了比赛。如果说因为这个腿伤参加不了08年的奥运会，你会觉得有遗憾吗？肯定会，因为从小就开始练体操，练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就像我的偶像霍尔金娜那样，在08年取得很好的成绩。我宣誓，我自愿成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那通过你的引导和服务，而且你要让观众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排好队，准备接受安检，我们就很自然。Hello， 你好。28、29、30。一般我们习惯以左手在下。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大声说 leadership，learn， help， lead。Miss Cutter is a beautiful girl. Her father. 哪里？不知道。衣服，比赛穿的，今天的，哎，盖子烂了，盖子烂，没有烂。可以我带这个。好了，可以该盖了啊。你喜欢体操吗？也不是喜欢吧，反正体操太累了。但是呢，肯定先有苦，再有甜。甜是什么呢？甜就是，那个比赛出好成绩就是甜了。真的吗？是不是？出了成绩就会这么想了，如果没有出成绩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想，就感觉啊累了那么半天，什么成绩都没有。那个他们去上海比赛，你会干嘛呢？我啊，跟平时一样，看书、看会儿电视，睡觉、吃饭，没了。你会怎么想呢？他们去比赛了？着急，反正也是可惜呗，因为那段时间也是练的还正在发展难度的时候，突然受伤了，那也没办法。2007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这次比赛，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奥运选拔赛。姜玉元和邓玲玲参加了这次比赛，乃若愚因为腿伤未能参赛。赶紧去，默念，想清楚。上你跟上去就行了，你马快点。但是不像去年就好多场比赛嘛，后面比赛就感觉比较压得住一点，就心态比较好，就不会像这一次心跳那么快。想清楚了，动作每这个动作交代清楚，先把脉搏给我调下来，压住。开始，前面深呼吸，多放点啊。好了，开始。副长来。
比前2天都紧张。哦呦，真的第3哎！真的是第3哎！是，10，好，控制住，对。快了，落去，到，走，你卡牢点，搿只完成了高标9秒3，就是讲侬离关以后对伐？比赛还要用搿跑道就来事了。Of the parking area just outside the national stadium over there, and the construction will be finished before the end of May this year. For me, this is the nicest I've ever seen in the world. Can you imagine the ambience and the cheers of the crowd when Liu Xiang will be Olympic champion here?这是第1排，对，这是第1排，前面围栏是第1排，围栏是第1排，外面是一个沟，这个沟是2米宽，然后沟外头就是咱们的灯箱机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等于你从你主席台平视都能看见那个顶。对。刘翔这么一个苗子呢，可能大家寄予厚望，这是肯定的。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雅典实现突破了以后，好像刘翔只要出场，只能赢不能输。因为当时我们是瞄着别人，我们去追别人。那么实际上现在问题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是应该讲有这么个感觉，好像高处不胜寒，有这么个感觉。因为现在我们是奥运会冠军，又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应该讲现在压力。我感到是前所未有的。3。对手这个实力是越来越强，因为从刘翔04年奥运会夺冠以后，我们这个项目的水平是提高得非常快，这个强手之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因为以前啊，像这个项目如果跑到13秒左右，那么一般的国际大赛都是肯定是冠军。
跑进13秒以内的就寥寥无几，就这么1、2个。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跑进13秒以内，包括刘翔在内，现在就4、5个。颁发第3名奖项 ，Third place， 来自中国 from China， 刘翔。其实，当然从内行来讲啊，这个高栏项目啊，我对刘翔的评价08年啊，我觉得他就是有实力，但是没有把握，这就是高栏项目的特殊性。他具备拿金牌的实力，但是110米不能出任何一点闪失，是吧？这个是有时候是不可能绝对的掌控的一件事情。今天，刘翔已被公众理所当然地视为夺标的热门人选。在北京奥运会的赛事日渐临近之际，他更需要的是人们的理解。干嘛？紧张不紧张啊？紧张，腿有点打软。那不糟了吗？不会啊，最糟的。我做深呼吸，呼吸好了就好了。想好要领，放开做。你说什么？想好要领，放开做。我对你充满了信心。谢谢。那你想不想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情况的话，一般会听教练说，听到了就知道了。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可以看他了。他要成绩好，你会为他高兴吗？那你觉得你没参加，你会觉得有遗憾吗？不会啊。说心里话。不会。为什么？邓邓挺好强的。哎，我也说不清楚了，反正我觉得现在抠基本功可能会比较重要吧。你这次到法国以后还有1周的训练，啊，你也是第1次离开我，参加这么个大赛，所以你不管在走到什么时候，练的只要一不对，感觉不熟，你回来以后，当天训练完以后回来以后，把这个药你重新再看一遍。所以你上场之前，一个是把它全部剪好了，别在这小问题上出问题就冤枉了。这个药只能打包，不能随身带走。2007年9月，在德国举行的体操世界锦标赛，是北京奥运会前最重要的一次比赛。但这一次，3个小运动员中，只有江玉源接到了比赛通知。姑娘们，咱们要出发了啊！咱们要出去打硬仗去。他刚开始回来的时候，他很抗拒这些东西，所有的体操比赛他都不看。他刚接他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从这些平时那些，我们真是感觉到他真是很难过的。从心里吧，他可能也能感觉得到，他08年是没有希望了。他对这个体操真是太爱好了，我们也只能说他08年不行，咱还有下一届呢，咱还有世锦赛呢。紧急疏散的这个，他会排一下观众的出入，所以呢，东侧有2个，我们叫小翅膀，这小翅膀那还有一个，给他连起来了。完了，安保的意见就把东侧的2个就撤开了。通过04年、05年初步的参与规划设计工作呢，我们把鸟巢的重点放在了鸟巢的东侧。这2个出入口，人质跟匪徒的集结区就在这，等一会儿呢，在这垂直上方呢，下来6个蜘蛛人，由你 A 组来承担，主要攻击力在里面这2组。会有2组人，一组在西，一组在北。我从98号出来带着人出来，然后配合
C 组和 B 组进行抓捕。111，我是要动山。开始行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继续睡。I'm a tongue. I'm a girl. I'm a singers. I'm a girl. I'm a good girl. Nice to see you. Do you like me? I like peace. 008奥林匹克 game 1